好的，那么今天小狼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经典的街机改版的一个游戏。那么咱们大家伙都玩过这个传说中的这个《三国志2》，那么小狼也是做过解说，曾经做过《三国志2》以及这个《三国志》的2之火凤凰版的。严格来讲，其实呢是咱们这一次解说视频3剑圣的一个修改版，也就是说呢它是2次修改。那么咱们小的时候在街机里面经常看到的这个咱实话实说，经常看到的这个是这个版本呢，是咱们这一次这个3剑圣版本。这个版本呢，很多人都非常的追忆，因为你像这个改版的这个火凤凰版呢，其实非常嘚儿啊，就是咱只能说呢，就是确实是非常傻。它傻到什么程度呢？就感觉好像就是这不是这个游戏瞎改的。那么咱们这个3剑圣是非常尊重于这个原著，而且它特别就是基本上跟正常的版本流程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是变态的加了很多的这个武器。除了加武器之外呢，咱们还加了很多。你比如说现在加了武器之外呢，还有这个咱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怪物的攻击力，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怪物啊，咱们传说中的这个小兵打你呢以后都会非常非常疼。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什么意思啊？非常疼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一个不小心你就可能会死啊。所以说呢，咱开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呢，都是这个可以随时换人，除了有正常攻击和跳跃攻击以及特殊技之外呢，再就是这个第3个键可以让自己呢变成这个可以放火。这个放火这招呢，可以称之为一个大保险。放火的时候，自己本身呢有一定的无敌时间，然后呢，就是这个浑身放火，然后呢满地一顿火技。其实这个招式呢，并不是与这个原版里面其实也是有这个招式的。这个招式在原版里面，其实在某种特定的地图里面，你可以捡取火种，然后获取这么一个燃烧的模式。然后咱们可以看到呢，那个李典坐下的那把剑呢，就是本个游戏里面最终极、最变态啊！当然，你要真说最终极、最变态的话呢，说实话啊，它那个剑也不是。很多高手认为这个剑呢，只是攻击力特别变态而已。事实上呢，并没有很多武器好使。你比如说，他坐下这个剑叫草剃剑，小时候很多人管它叫草猛剑。这个武器呢，打人是不能打倒的，就是说，如果一下砍不死这个人呢，他往后退一下之后，马上就可以反击。这个也说这个硬直时间呢非常短，但是呢，它最起码是有一个击退功能。所以说呢，虽然说有一点缺点，但是呢，攻击力超强，这是第一。第二呢，加上本身呢啊，这个由于呢这个还有击退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呢，这个武器也是被称之为终极武器。其实对于高手来讲呢，你随便给一个武器啊，都非常厉害。那么高手呢，就主要保持自己呢就不挨打。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小怪打我的话，我是不会被小怪轻易的打中。所以说呢，这个就没有像咱们想象中啊这个那么重要。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刚才咱们到现在为止一共出现了很多种武器。在这里呢，小狼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游戏的武器啊。在这个第2关的关底之前，咱们已经介绍到了这个有几个武器，比如说有圣剑，然后有这个传说中草猛。其实小时候说草猛啊，有点像那个乐队组合。它这个呢就是传说中的草剃剑。这个日本神话当中，须佐之男杀死八岐大蛇之后发现的这个宝剑啊，当时反正咱们又称之为叫什么叫天丛云剑。其实这个武器呢，在原版里面也是有的。不要认为这个武器好像是只有这个改版的3剑圣里才有。为什么叫3剑圣？其实就是圣剑这个草猛加这个七星和这个倚天剑啊。当然这个说这个七星和倚天吧啊，这个七星，你看青钢剑、圣剑，然后七星倚天和这个圣剑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七星倚天和圣剑啊，不对，七星倚天和这个青钢剑。这3把剑呢是一个等级的，那么圣剑是一个等级的，然后再就是这个草剃剑。这个草剃剑呢，就是传说中被誉为最变态。你可以看到啊，刚才打这个夏侯惇，只需要砍那么几下就砍死，一下呢就将近我们就说啊，就差一丝血是一管啊，差一丝血是一管。所以说呢，这个3剑圣呢啊，很多人说3剑圣，其实这把游戏有很多剑啊。跟你讲讲，本身呢它有一个普通的剑，这个普通的剑呢啊，它攻击时收招速度是一般，然后挥出时呢有10帧判定再收招。所以这个剑呢，实话实说啊，这个正常版本里有很多啊，比如说赤壁之战1，还有这个
是《不忘破2》里面就有。当然，这个剑呢就是最弱的剑啊，没有什么用处。再往后呢，就是咱们说这个草剃剑，它呢只在这个原版的最后一关有。当然，改版的三剑圣呢是直接什么都有啊，咱们就不说了啊。这个传说中的这个草剃剑，刚才也介绍过。再有呢，就是这个青钢剑、七星剑，这个是在这个游戏呢，青钢剑、倚天剑和七星剑呢，在咱们这个版本当中给的比较少，而在正版当中呢，也只是仅仅的在这个长板桥、这个夏侯恩骑马路过，以及那个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七星刀呢，很多人都以为是什么仙剑嘛，不是，这个七星刀呢是传说中的这个七星宝刀嘛，就曹操献刀，知道吧啊？传说中王允的那个配刀，七星宝刀。那么他也是随机打死那个赵明，就是传说中赵家五虎啊，什么赵明啊，什么赵雄啊，这是赵申啊，这是赵家五虎这帮人啊，他掉这个七星剑。然后呢，这个再有呢就是圣剑，圣剑呢，它这里面有点恶搞啊。这个圣剑其实原版里面呢是看起来呢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圣剑呢它叫什么呢？它在这个原版里面《赤壁之战1》里面有。啊，然后这个武器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基本上这个武器，它本身 A 呢就是非常快，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弹这个波，咱们可以看到又是换成了这个草剃剑。这个草剃剑切记啊，如果你要是被攻击到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剑就没了。所以说这个武器你要用起来呢，一定要小心为妙。砍到一刀，基本上就占很大优势。你看，一个不小心砍2刀就会被打掉。所以说，如果要是这还可以啊，打的只剩下最后一点血了。如果要是从一开始你就被打掉的话，很多菜鸟就不会玩了。因为这个版本呢，你的防御力是很弱的，你也可以说怪物的攻击力很强，所以说你一个不小心，很可能菜鸟嘛，对吧？菜鸟嘛，很可能就会死。当然，这里面圣剑呢，咱们还是要讲，就是传说中这个亚瑟王佩剑，湖中仙女所赠。其实这个武器，你想想都跑到欧洲去了啊，太扯了啊，太扯了。当然咱们先不扯啊，还有什么武器呢？咱们还有这个传说中有这个大偃月刀以及青龙刀。这个包括飞龙刀，这些刀呢，就是咱实话实说，可能就根据什么关羽的偃月刀啊、青龙刀，就是拆解了啊，就拆解了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传说中越王国刀，这个虎彻以及郑国。你像刚才咱们还有拿这个村正这个刀呢，就是日本的刀了啊。就这个，你听这个村正和村羽，这个村羽呢是比村正要厉害的，这个村正呢是这个德川家康，这个经常所有人都是被村正杀死了。所以说呢，被称之为不祥。然后再往后呢，就是有这个春雨啊，这个春雨杀完了之后呢，这个咱们说啊，这个带着杀气，刀锋会有露水，然后斩杀人之后呢啊，这个刀锋会有水流出清洗这个血迹啊，所以说就跟洗叶子一样。所以说这个春雨呢是整个这里面刀里面最厉害的武器啊，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这个春雨这个刀啊。当然这个事实上呢，咱说最厉害的啊，还是不如剑啊。这个咱虽然说刀剑如梦，但是还是这个草剃剑啊稍微的过瘾一点。当然咱们这个除了这个剑之外呢，咱们可以再介绍一下还有什么战斧啊、斧头啊，以及狼牙棒，以及那个金锤，像刚才这个无限连晕的那个金锤，以及圆锤，咱们或称为这个碎锤，就是打死这个赵氏兄弟之后呢，这个黑色那个赵明随即掉落。当然这个招呢，就有的时候会把人打碎啊，不能说有的时候，就最后一丝血会打碎，而且有的时候会连中3点连击，这个锤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叫怒龙，这个怒龙呢，其实就是这个吞噬天地，因为这个咱们实话实说，日本人做这个游戏啊，你像这个咱们拿这个三国来做，他除了做这个三国志之外，之前有个版本叫吞噬天地。这个刘备的最强武器呢，就是这个怒龙啊，这个龙其实就是龟，那个就长得像龟一样，怒龙是刘备的最强武器。这外观和攻击效果呢，和这个青钢剑差不多，但是呢，比这攻击力呢，这个比圣剑稍微少一点。但是这个武器也是非常厉害的，可惜呀，可惜，在原版三国志当中呢是没有这个武器的，你打不出来。当然，你只能通过作弊的方式来调出来。不过呢，以后的改版游戏呢啊，也是添加，咱们也不做过多的解释。当然，这是里面的所有的武器，其实还有一些小匕首，咱们就不说了啊。那个小匕首咱们就没什么好说的。咱们看现在是拿了这个草剃剑，地形有很多剑，有圣剑和草剃。这个剑呢，你不能说换就换，你只要换的话，另外一个剑扔地下就没了。所以说呢，不能随便换剑。你可以看到啊，像这种小忍者会跳，以及像这个大肥。包括这个赵家五虎这种情况，这种小兵啊，这个有的小兵是一下能砍死，有的是一下砍不死，所以说只能说控制。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设计的非常恶心，每次咱们玩家呢基本上都是在这儿死人，
我小时候呢，我承认啊，玩游戏呢，说实话呢，天赋不是很高。但是呢，我玩三剑圣，因为我之前玩过《三国志》，玩的还不错。但是我玩三剑圣，基本上玩到这一刻开始起，我的噩梦是来到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感觉特别依赖这个草剃剑。这个关键时刻到这一扔，为什么之前咱们只是介绍武器没有解说？因为前面几关都是非常简单，很多玩家啊，这个基本上你看哪个地方有草剃剑呢，哪个地方有圣剑，哪怕给你个圣剑都能通关。但是这个地方不一样了，这个河里面呢是没有这个武器啊，而且呢这个怪物呢啊，在那个时候咱们不知道龟这个说法，龟啥意思呢？打起来稍微猥琐一点，然后打的时候呢，你看我们都是1、2、3、4拿脚踢出去。而且都是选关羽嘛，1、2、3、4拿脚踢出去。但是呢啊，咱们这个1、2、3拿脚踢出去之后呢，这个没想到呢，拉住下之后呢，可以把人扔出。这招是非常厉害的啊！他虽然说摔出去把人就是比如说被砸到的人费血费的不是很多，但是你可以保存自己的实力，拉开距离，不能让敌人腹背受敌。所以说这种打法是非常赖的。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曹仁，也是曹军的大将。这个曹仁小的时候感觉有点像喝醉了一样，他呢是一个会防御的这么一个人物。咱们可以看到大偃月刀，这个大应该叫偃月刀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武器呢都是加的一个火花啊。看看这边的刀呢，武器攻击力并不是很强。好的，1、2、3回身一摔。哎，这你看这个名儿，这人起名叫焦啊，姓焦啊，那太嘚儿了啊！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打他的话呢，很多人啊都觉得好像这个有点难度，因为有小兵。但其实吧，咱实话实说，你一看他们玩，你就觉得哎，这游戏好简单的。当你自己玩的时候，你们就不会这么觉得。当你们自己玩的时候，尤其是比较菜的这个小菜鸟，你玩着玩着你会发现，哎，他玩的时候那小兵怎么跟傻子似的？我玩的时候啊，这个怎么这小兵特别厉害？其实咱实话实说啊，这个就是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卡这个位，包括呢，他可以，比如像这个小兵，他不第一时间打死你们，总容易着急。那些小兵呢，那么傻的小兵，你养着多好，对吧？人说这个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吧？你如果说你快速的把那2个小兵打死，那么你会发现迅速就会刷出一些什么小忍者兵啊、小这个弓箭兵啊，非常讨厌。哎，咱们可以看到要危险。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呢都越是这么玩呢，他就越着急，他越想把小兵打死，先打死小兵再打 BOSS。所以说越是这么打呢啊，这个小兵越刷越变态，结果呢他就不会控制。所以说这个也是咱们玩游戏的玩家一种智慧。当然呢也有人不这么玩，他认为我想打就打，我想赢就赢，小兵放在那儿，我先打死小兵再打 BOSS。他不会想到小兵不死不会刷新的小兵。当然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这一关呢基本上菜鸟呢，第一个人死完之后呢，第2个人就是死在这个位置上。当然呢，这个还会再省一个人啊，这个无所谓。三剑圣这款游戏呢，我个人认为呢，不比咱们的正常版本要简单，因为它有的时候这个小怪配合加上 BOSS 连招，你费血再多，费的这个非常疼。所以说呢啊，这个游戏呢，高手玩起来，只要你不挨打，跟正常版本来讲呢，就比正常版本要简单。但是如果要是你要菜鸟来玩，你打起来，对吧？你老是挨打，哎，对吧？你可能是你有攻击力，当你没有攻击力的时候，你就嘚儿了。咱们看这个圣剑，其实我倒认为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圣剑呢比这个草剃剑要好，因为它100%可以把人 A 倒。虽然说呢攻击力不是很高，但是说不是很高啊，你试一下啊，这就不错了。它的攻击频率非常快，而且出招呢，就基本上你看它能把人 A 倒，你自己没有出招收招这个僵直和延时。所以说呢啊，这个武器呢，我倒认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如果再加上你有一个这个三技能，咱们什么叫三技能啊？就是传说中的这个摁 C 这招呢，是传说中的这个保险的这个火技，就是满地放火。你加上有这一招的配合，那么有这个圣剑啊，基本上可以保万无一失。不过呢啊，咱们高手为了图速度呢，肯定还是选择这个草剃剑，因为高手啊，他无论是圣剑还是这个草剃剑啊，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反正他也死了，他也不会挨打，所以说呢，就是用这个草剃剑非常给力。咱们看这关叫这个纯鱼岛啊，纯干岛啊，这名字起的怪怪的。当然咱们可以用这个小波去砍它呢，费血也不是很多。你看砍一刀这个血量，好的，连续的砍，你只要呢控制好这个左右，不会被小兵所牵制，就完全没问题。回身一砍，再来一刀，直接就砍死。
哎，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地下有东西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啊。如果地下有东西的时候，你想砍人，结果你捡东西，那么死的可老惨了啊！当然呢，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关呢也是比较简单，然后呢一会儿就是传说中的这个长坂坡。你看这个传说中这个糜夫人啊，咔咔跳井了啊，恶斗。不是，你看这个穿这个衣服长得跟赵云很像啊，而且呢，咱们可以看到有这个换人功能的话呢，有的时候你像没有武器的时候呢，就用关羽，大家都知道关羽啊上手比较简单，然后呢有武器的时候呢，咱们用这个赵云啊，看起来比较威武啊，比较这个适合一用这个武器。好的，圣剑，一会儿呢有这个什么七星啊，哎不是七星是这个赵明身上爆啊，就传说中这个赵家五虎身上爆，然后呢就是咔咔在地上一顿爆闪。就是这个武器在地上一阵闪光，当然呢，这个咱们都知道啊，这个还有一个剑就是夏侯恩爆的这个青钢剑。当时玩三国志有很多人想打这个青钢剑，就是这个夏侯恩骑着个马过来，你要快速的把他从马上打下来之后，他才会爆这个剑。那么这个剑呢，说实话啊，说实话呢，这个正常来讲呢，也不见得有那么好使。我倒觉得那个剑，说是3剑圣啊，倚天青钢加这个七星，然后这边是草剃加圣剑。反正感觉是怪怪的啊，就没招。你看赵云本身手里，他左手拿的才是真正的青钢剑啊，我感觉他左手拿的才是青钢。传说中的这个魏武青钢，人说是以天剑镇威，青钢剑杀人。所以说青钢剑杀人呢，是把这个青钢剑呢放在这个夏侯恩身上啊，不放在自己身上，就是难免会招来这个灾祸。果然最后夏侯恩啊给跪了。好了，这个换剑这个。就有点卖萌的姿态了啊，其实没什么太大用处。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名起名叫肥肥，赵明，起名怪怪的。其实圣剑也就不错了啊，因为快速把人砍倒，而且有这个波，攻击速度还很快，基本上1秒砍3刀是很正常的事情。咱们看这赵明几刀砍死，然后一顿下跳快速奔跑。看一下啊，慢慢来，有这个夏侯恩、长板桥，直接一刀砍走。哎哥，大哥，哎，懵逼了啊！你把人砍到屏幕里去了，他把夏侯恩砍到屏幕里去了啊，太嘚儿了啊，这就没谁了。所以说咱们看看这个，我实话实说啊，有的时候太嘚儿了。咱们可以看到一帮胖子。叫梦啊，铁针呢，铁针，他这名起的确实是属于这个象形词。为什么叫铁针呢？因为他头上戴个钢盔，钢盔上是铁针，所以说叫铁针。咱们看下草剃剑，啊，果然是草剃的名字啊。这个草剃剑啊，后面如果再加一个 KYO 的话，就是草剃精啊。好了，看看这个地方，一会儿呢也会有2个 BOSS， 啊，这2个 BOSS 呢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夏侯杰啊，这个传说中长板桥被张飞一嗓子喝懵的那个啊，咱们看看现在往这边走的话，然后呢看见什么刘备呀、张飞呀之类的啊，还有魏延，看见这个魏延感觉都怪怪的啊。正常咱们看看回身，看到这个魏延，按理说在长板桥这儿魏延真嘚儿啊，不知道咋想的啊。魏延应该是长沙才收的。咱们可以看到现在曹操一指，哎，夏侯杰、燕明啊，燕明正身。啊，2个人，你看不看见这个？果然是爆了七星剑啊！刚才哎，对你一定要躲他那个滚，他那个滚非常讨厌啊，他特别克这个咱们拿剑的，包括那个波，其实波还能强点，尤其是这个滚，哎，特别猥琐。他这个跳滚还特别嘚儿。如果他不是跳滚，他是这个直滚的话，很可能你手里拿一个剑，你不仅剑掉了不说呢，你还会被打好几点，甚至呢加上这个边上小兵配合能把你秒杀。咱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个赵明爆出这个七星剑也没有啥用啊，还得是这个草剃剑啊，用的好，草剃剑无敌了。这样的话，这一关呢是给你很多这个曹操木人，其实都没有必要打啊。这个东西，其实咱说小的时候玩的话，你包括你比如说打这个曹操啊，比如说打这个曹操，还有呢就是那个摇那个小的时候有人开枪，我们那真有那人开枪。你像什么叫开枪？就是玩那个拳皇97，说这个咱俩打一把5块钱的，说我赢你1局你给我5块钱，我输你1局我给你5块钱，哎，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这个玩这个也有玩钱的，什么意思呢？就玩这个《三国志》，摇那个吃大腿吃包子，然后再吃腿，然后最后一个大肉腿给啃了。
说这个啊，这个咱这个说看谁吃得快啊，有那个开箱的，1把5块钱也有啊，这那个可能就不是5块钱了，估计那个时候估计摇那一把应该是10块钱啊。再有呢，就是玩那个忍者棒球，就是点那个棒球，第2关点那个棒球这样。哎，点那个棒球啊，也是要点，看谁先点出来啊，也是有开枪的，反正各式各样的开枪都有啊。所以说，泰森弟弟叫泰嘚儿啊，这个学名叫太监啊，这个咱们大家伙都了解，咱就不多说了。好了，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关，传说中的赤壁之战这一关呢，这个有一个1，有一个2，然后呢，最后呢在华容道，基本上就是这个路线。这些关底呢，对于咱们的玩家来说呢，对于基本操作是非常强的。有些地形的认知，加上这个，比如说像一些武器的合理运用，咱们看一下，这有圣剑，换成一把，然后呢变成赵云。这赵云长得是像林志颖啊，难怪这个旋风小子找这么一个。好了，上面有一个大箱子木箱，咱们可以看到，那个木箱里面应该装的就是剑。咱看现在。这个有圣剑的话呢，你只需要摁这个平 A， 小兵被你一划就会抖。虽然说秒杀不了，但是确实非常安全。你可以看到啊，所以说这款游戏呢，说它简单，看看操，传说中的这个草剃剑，这样的话砍1刀就死，基本上就死了。你看这个叫董的忍者1管血，但是你砍1下确实砍不死，正常的是你砍1下那个波，哎，再崩那一下正好是1管。它这设计的非常完美，但是不一定是每次都能崩着这个波的。你比如说刚才距离比较远，砍到1刀，它往后退，在击退的过程当中，那个波也没了。好了，这个剑还会继承下来。现在有很多这个双戟兵啊，有黄，有上，还有这个拳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包括像弓箭兵吕，都是以这个姓来命名的。好的，又是村正啊，这些妖刀村正啊，这种类型的武器。跳回来回身，武器还是不扔，那这样的话那就太简单了啊！有这个武器还挺啥呀？好了，这个回身一 A， 空中空降一个宝箱，这个也是一把武器啊。咱们看赵雄，这个有点火烧的感觉啊！赤壁之战果然是皇宫内廷啊！当然，说实话是船上的这个行宫啊，也不能说皇宫，应该说丞相宫，或者说是魏王宫。可以看到又是铁针。啊，但是有哎，你这个名字吧，有的是叫铁针，但2个铁针来了怎么办呢？就改一个名啊，一个叫这个传说中叫梦啊，叫梦。咱们看赵明，然后赵明、赵楚、赵申、赵雄，还有一个赵啥我忘了啊，这个反正是就是赵家五虎。好了，可以看到现在再往回走，这个一个空降。这样的话，这个张辽其实打张辽的话啊，你只需要一个圣剑可以堵甲，你有一把圣剑，你可以堵甲，他在甲里面当然不是了啊，当然这个咱实话实说，但是不过还是有点太拖沓了。咱们有这个草剃剑，肯定是要 A 草剃的。好的，回身再 A， 1刀再1刀必死无疑，也不用想啊。而且这个武器砍死之后非常恶心啊，一砍把人砍2半，这么大武器刀都砍卷刃了啊。好的，可以看到这一关又是直接被打过。然后分数快要到100万，赤壁之战之2，一会儿呢还有一个华容道。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当然这个游戏呢啊，在最后开放式结局，你可以选择把曹操放走，也可以选择把曹操这个杀死。当然呢啊，这个游戏是给你一种想要改变格局的感觉，其实就弥补了咱们小的时候看三国演义，说这个关羽傻呀，怎么把曹操给放走了呢？其实我想说啊，真正懂历史的人，就是咱小孩肯定是不懂，他只知道一个叫好人，一个叫坏人。这个咱实话实说啊，这个咱说历史里面没有说真正的好人或者是真正的坏人，每个人都是出自于自己的目的，对不对？啊，你比如说，你像很多后代的政客呢啊，同时歌颂这个咱们唐宋的这个兴衰，同时也贬低说这个哎呀李世民怎么地的啊，都一样啊。说这个康熙，说这个啊微服私访，又联名，又是什么削三藩平台湾，又是征蒙古的，感觉可厉害了。但是呢，他也有性格上的缺点，非常好面啊，非常要面子，以导致于自己以前支持自己的那些人呢啊，贪官没法管，最后呢只能交给雍正啊。所以说你看，包括你像雍正是个好皇帝，结果这个人太狠，连自己儿子都杀，自己兄弟都关啊。所以说这个历史这个东西，你说没有什么好人的啊，对不对？包括你像这个《甄嬛传》，
那《甄嬛传》，你说那个甄嬛是好人吗？但是就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伙解释啊。你反正啊，都是为了各自利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咱们只能该理解就理解了。好的，这里面是有剑，只要有剑，咱们有希望啊。有武器是非常凶的。咱们看现在捡起来，圣剑起手。一会儿呢，还有一个特殊地图，这些小美女啊，什么那时候我们叫这个曹氏三美，但是咱也不知道这个曹操有3个女儿，反正当时是这么设想的。其实后来发现想想啊，精神病一样啊，精神病一样。当然确实有什么曹节、曹华呀啊，就出生夭折也。当然咱们可以看看这里面设计的是什么呢？美玲、美美牙。啊，这设计的非常嘚儿啊！然后剩下的小兵的话呢，啊，就还是以姓名来做，什么王啊、黄啊、子啊之类的。咱们看这个位置，连续的砍，把一帮女的先砍死。这帮女的就看起来很厉害，其实就是花拳绣腿。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扔手雷，那个时候是有这个手雷，而且还带倒计时的啊，而且还是夹心雷，带倒计时。咱们看这个，还会扔这个杂技。其实有这个圣剑就够了。你看这个圣剑 A 起来啊，就是伤害确实少了点，但是保证你自己绝对安全。这个咱们说啊，这个游戏时间给你也够，所以说呢，时间不要紧，时间不着急，你着嘛急啊？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把人砍死。再说了，你用圣剑，咱能够多玩一会儿，对吧？你用那个草剃剑，你砍着瞬间砍死了，对吧？这个游戏1个币，对吧？咱花钱买的，是不是？对吧？电费又不是3家交。当然，咱们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咱们可以看到。一顿神 A， 这个地图看起来有点像这个许褚那个地方啊，其实呢地图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咱们可以看到慢慢往前蹭，然后走到一个新的地图，扛了一把剑。这个赤壁之战2，咱不知道怎么在行军当中还有莲花池呢啊，不知道以为还是莲花争霸呢啊，各种不控制。好的，一顿单 A， 这边的话呢是。回身一堆这个手刀兵，这个手上拿2个小匕首，这招啊，他往前一弓腰，然后过来一捅你，非常可恨啊，非常讨厌。小的时候经常很多人死在这个兵手下，上面一个星，底下一个手叫狙，啊叫举，是不是啊？咱们看也可以看到，都快不认识字儿了啊，就提笔忘字儿。咱们看这个行宫一会儿呢会有传说中的。一个小魔王，当然咱们实话实说啊，这个有一些弓箭手呢还是稍微有点谨慎。咱们实话说，地图越大越容易越小心一点，不能够那么嚣张。好的，往下走，先勾引出怪，又有铁针，又有这个梦，加上这个赵家五虎的赵申，这个起名啊，这个起名叫申，就是和珅嘛，这个名起的还挺文雅的啊。好，前一个撞。他这个怪物其实也很特殊啊，有一个斜角的跑，你可以看到这个赵家五虎长得确实很帅啊，一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恶霸，前跑给一个小包子，门前有把锁，你说你还加什么锁呀？这真嘚儿啊，真嘚儿。踢过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一盘烤乳猪啊，但这个没有多少费血的。AB 这样的话被抓，这个被抓的第一时间你点 AB 会从对方空中掉下来，而且你不会费血。但是这样的话武器就没了，不过其实有没有武器也无所谓啊。咱们这个如果要是这个草剃剑的话挺可惜的，如果是圣剑的话呢，咱们其实就是打起来呢稍微费点劲，其实伤害呢啊，咱们普通攻击1、2、3，然后回身一撇，这个伤害还差不多的。有的时候你抓完记着啊，撇的这个是很好的，不要老想着1、2、3回身一腿踢过去。很多人都是那么玩，你包括小的时候我也是那么玩。乌呀啊！这最后一个叫赵锤啊，想起来了，赵楚、赵锤、赵明、赵雄、赵申啊，这各种老赵家啊，咱不知道这个，反正死好几回。咔咔一顿 A， 这个普通攻击的话呢，其实，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咱们觉得好像攻击距离比较短，正常咱们是可以打 Y 轴的，而怪物是不可以。所以说特别的，咱们看这个碎锤，这个是特定的啊。这锤子会在赵明身上会强制的爆给你，这个并不是说随机的。好的，落下来之后，咱们看一下啊，结果落下来突然变成了一个非常
就是非常荒芜的地图，感觉有点像那个金星，是不是啊？有点像金星。好了，给一个这个传说中的这个草剃剑，这样的话攻击力输出呢又给劲儿了啊。不过呢，一定要玩的稍微谨慎一点。这些小兵都是一下基本上就砍死，所以完全不虚他。好了，看哥们叫龙啊，看看慢慢的再往前顶，又是一个大门。咱感觉这个曹操这个地下工作者啊，各种不控制。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也是，这地方是有一个武器的，感觉有点像皇宫啊。其实有一个武器的节奏啊，但是这个咱们看看，好的，一顿 C， 这个徐晃呢被称之为有周亚夫之风的这么这个传说中的这么一个称号的人。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呢，哎，好在是没有被打掉，他是马上将啊，徐晃。这样的话本身啊，这个还要再浪费点时间，这样的话不用了。这个一下没把这个咱们的这个武器完全打掉，那么就是再次给这么个机会，这也是有的啊。这有的时候很多人问说，哎呀操，我怎么必须打掉呢？这个是有一定几率，还有一定运气的。比如说刚才呢，并不是被人打倒，而是呢这个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啊，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呢，是这个 A 的时候呢是出现一定问题。好的，看看现在给一个传说中的草剃剑捡起来，然后呢自动跳到下一个地图。你看这些当兵的全累了啊！曹操往那一跑，这是一个野的这个军事基地，连续的往前顶。可以看到啊，这种情况下，这个有这么一个武器，咱们实话实说啊，夫复何求啊，是不是啊？咱们看，而且这个小兵呢，你可以慢慢勾引，基本上都是一刀解决。这个呢，就是大大的加强了咱们速通的这个理念。回身一转，再 A。好了，这个路上还有一些这个不起眼的路障啊，太嘚儿了。上面还有一个小坛子，一般里面装着符啊啥的啊，一般里面装的都是血，就装的是这个加血的东西啊。这个你可以看到，里面一般是一个乳猪大虾之类的啊，结果是一把剑啊。大哥，你用脑袋瓜子想，那坛子圆的，它里面怎么能装出这么长的剑呢啊？太嘚儿了。不过你当剑也没有用了啊，直接扔了。所以说都是欢喜一场空啊。这样的话又是赵家两虎，这个地方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了啊。一会儿呢是有这个吕布加这个曹操。当然，这个咱们实话实说，吕布按理说在白门楼已经死了啊。为了让剧情让游戏设计的特别合理，一个传说中的史诗级别的大 boss 的出现，所以说呢要把这个吕布复活。咱们实话实说，包括像《三国战记》也是啊，吕布呢在幻境里面复活。不过最起码《三国战记》里面给了大家一个明确的指示，人家就说就是对吧？这是一切都是幻境啊，不要慌，莫慌啊！吕布出现是幻境，对吧？人给你合理解释。咱日本人做游戏啊，包括你做那什么圣剑。啊，做什么村正、村宇？你那个战国，这日本那个战国时代，能跟咱们这个三国时代，或者咱们的战国时代能拼吗？春秋战国的啊，倚天剑，这个三连击，这个我们称之为三连剑，这个攻击频率也是很快。这个有这个倚天剑呢，当时也是设计为了打这个吕布的，它是会强制在地下的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倚天剑、青钢剑和七星剑是一个类别的。当然，这个剑呢是非常恶心啊，咱们可以看到，三美加吕布。吕布拿着一柄大长剑啊，哎，按理说吕布把拿方天画戟的嘛啊，但你可以看到这个吕布呢，他的防御非常嚣张。咱们看这个女的起名起的特别有意思啊，有叫朱，有叫子的，阿朱阿紫。很多人说这《天龙八部》嘛，其实不是，这跟古代人起名啊，这个叫朱子的很正常。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朱呢是代表红色，紫呢是代表这个，当然朱肯定是代表红色啊。当然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朱呢啊，一边代表一些正义，这个紫呢代表一定的邪恶。但这个紫呢也有红色啊，只不过偏黑。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个，你看像《天龙八部》里面起名也是啊，阿朱阿紫。阿朱呢就是一腔正气，这个大英雄的女人啊。最后呢，宁可让让大英雄把自己杀死。也要这个成全，这个也要这个不让他杀自己父亲啊！当然，这个阿紫呢也是一样，但是咱们不能把这个剧情跳到这个三国外面去。你三国里面，其实你像他这么设计朱紫也可以理解啊，其实就是颜色嘛啊，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个赤是排第一，紫是排最后。咱们可以看到现在打吕布，这个吕布
这个很多外国人翻译啊，他不会发吕这个音啊，不会发这个吕这个音，所以说他你像英文配音啊，吕布不叫吕布，叫卢布，不知道还以为钱呢啊，卢布呢啊。大家可以看到，回身一溜，看到这个位置，他这个剑啊是有这个外圈判定，没有近圈判定，所以说你可以堵着脚里这么打。哦，这个小弓箭手很恶心。咱们看单挑这个吕布的话，一定要卡住他的逆向反身位，然后回身反勾引。这个箭射不到自己的话，然后呢在角落里一顿狂轰乱炸。其实如果要说有这个草剃剑啊，也不见得，很可能一个不小心他防的比较好，就会防出去。你看打的时候他还会防，平平的。哎，他要打一个投技，打投技的一瞬间呢，这个咱们 AB 取消掉，然后落地回身。吕布呢现在还有大半管血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难打。抓住之后咳两下，回身一摔。那果然啊，这个弓箭手也姓吕啊。这个其实三国里面姓吕的人，这个一共有3个人非常出名啊。排名第1是吕布，咱们不说，排名第2是吕蒙，排名第3是谁呢？很多人就是说吕啥呀啊，这个吕伯奢啊，也是成全了曹操一世骂名的这么一个人。其实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啊。你像曹操，对吧？杀人杀错人了，人家磨刀霍霍像猪羊，他以为像自己。其实你想想啊，这个现实生活中可能也有这样的。你像黑社会老大，他怕自己的小弟出卖自己，经常也是他不确定的情况下呢，就直接先打死。我管你出不出卖我，我打死你，你不会出卖我吧？我把你杀了不就行了吗？啊，就有这种情况。当然，咱们先不扯这个情况或者那个情况，咱们看一下这个马上要通关，一会儿呢还有一个三国时期有一个人叫曹操啊，选择不杀给他放走了，果然是关羽啊。这直接给不杀放走了。反正我个人觉得打速通肯定是要不杀的啊，对吧？打速通是不杀的。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一次通关也是直接结束啊。当然呢，3件胜呢，其实看起来还是蛮简单的啊。大家伙如果想玩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试试。当然第一次通关很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咱们看最后还是美女入怀，亲了几口。关羽啊，脸上其实关羽这个脸红并不是天生的啊，其实是被亲的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本场比赛啊，本个视频呢也到此结束，希望大家支持小狼解说的视频，咱们下期再见。